这条长视频就说一件事 ：How to learn fast。不用怀疑啊 ，AI 一定会狠狠拉开成长的差距。那到底怎么拉开的？举4个小例子，你一看就懂。你肯定也刷到过喊一嗓子冒泉水的视频，什么原理呢？要等民间专家留言太慢了，直接截屏甩给 AI， 秒答。有个粉丝问我 Chrome 浏览器怎么设置才能在新标签页打开链接？说实话，问我不如问 AI， 几秒钟就有可靠解法。我朋友出去读硕士，全英文的课程有点吃力，我给他推荐了通义 AI 的实时记录功能，他坐最后一排都能实时的翻译和记录。刷到了 Tim 的采访切片，他说在 AI 面前努力是没有价值的。真的吗？让 AI 帮你辩证的看。你看，只要你想知道答案，你想解决自己的问题，你想拓展能力，你想批判性思考，问 AI 都能帮你。主动问更强的 AI， 学习速度不止快人一步，是很多步。那现在国内 AI 首选哪家？我推荐通义，阿里搞 AI 是认真的。通义 App 上线2年了，一直都非常低调，但它实力是真的强。现在通义 AI 的主 bot 用的是世界第3的千问3 Max， 是总参数量超过10000亿的国产 AI 模型天花板。之前国外传的超过大赛，它还拿过第1名。千问3 Max 大就是好，它还有家族的其他厉害模型撑腰。整个通义 AI 家族全模态、全场景覆盖，应用又是全系统覆盖，而且很多高频的核心功能比国内外其他的 App 做得更贴心。这也让通义 AI 能即时的、零成本的给你高质量的全模态反馈，能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千人千问千条路，能放大你的能力，很多以前不会干的事情现在能秒办，能放大你的思考，它的思考比你更全更深，而且更勤快。那接下来细说一下，到底怎么让你 learn fast。幼儿园就教我们不懂就问老师，那如果老师不在呢？老师不喜欢你呢？乡下老师不如城里呢？城里老师也不懂呢？你自己内向不敢问呢？怎么办？所以学习过程中能得到高质量的专业反馈是很奢侈的。有钱人的孩子主要就赢在这儿，请高级私教很贵，用通义 AI 免费。千问3 Max 是阿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能力最强的模型，推理增强版千问3 Max Thinking Heavy， 它的深度思考能力更恐怖，在 Emmy 2025 HMMT 数学评测当中直接拿下满分成就，这个是国内模型首次。除了模型本身够聪明之外，通义加强了更专业的检索能力，上线了教育、医疗、法律、金融、信息技术5大专业知识库。它接入了艾瑞咨询的全量行业报告、万方维普的千万级论文、国家地方的法条判例，还有亿级数量的权威医疗信息。我就特地实测了一下，艾瑞咨询10月发布了一份2025年职场人健康负债白皮书，我就基于其中1页的内容，我问通义，现在中国职场人商业保险认知是怎样的水平？大概多少人给自己买了商业保险？他说 82.3% 的职场人认为商业健康保险是必要医疗保障的补充。你看他的信息来源，艾瑞咨询2025年职场人健康负债白皮书，实际参保比例仅3成，厉害吧？这就是精准的联网搜索，信息可溯源，回答就靠谱。够聪明、够准确的通义 AI， 在学习上的巨大价值就是它能够即时的、零成本的给出高质量的专家级反馈。那文本对话的反馈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就不赘述了。通义 AI 的即时反馈还是多模态的，任意格式输入，任意格式输出，视频开头也有所体现。我再补充几个音频反馈的亮点功能。视频开头说到的实时记录的功能就特别适合留学生，比如说上英文课，实时翻译成中文，收音模式选择现场录音。我那个出去读硕士的朋友就很喜欢，效果非常好，帮了他大忙。实时翻译确保当下能听懂，文本逐字稿就当做笔记了，录音还能后续回放，可以完整回放，也能点击任意文本定点回放，还有脑图总结音频要点。这个功能还是全系统支持，你说这是不是学习神器？还有一个更强的音视频速读，这个就是上网课神器。老罗和 Tim 将近3个小时的播客，我们用这个神奇的下载助手插件把音频下载下来，然后到通义 AI 点击音视频，音频文件拖进来，可以区分发言人，选择2人对话，稍等片刻，3个小时播客的逐字稿就出来了。再把发言人改成罗永浩和 Tim， 一键搞定，还能随时点击定点回放，右边有章节概要，还有脑图，全文导出还能带发言人信息和时间戳。还有音频对话令口语，现在很多 App 都有这个功能，但是通义 App 是国内最早做实时字幕的，这种实时反馈的效果就很好。2年前1对1的口语家教还很贵，现在练口语没障碍。所以零成本的、高质量的、多模态的即时反馈 ，Only 通义 can do， 学习效果肯定快。然后就是个性化，怎么个性化？多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就是个性化。比如说你跟小王都想起号做自媒体，但是你不是小王，你们基本面、能力点、目标赛道都不一样，那通义给的方案肯定也不一样。以前我们只能在搜索引擎搜索自媒体如何起号、快速起号、涨粉妙招这些关键词，那现在你可以详细的介绍自己的基本信息，
把目标要求说清楚，前后多对话几轮，你就能得到一份适合你自己的方案。节目在采访里面说，至少粉丝量到100万以上再来研究做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这个建议有道理，但未必就适合你。那你可以跟通义 AI 探讨一下，这就是个性化的高质量反馈。然后你还可以用分析研究这个功能做个性化的研究，深入研究一下 B 站头部 UP 主的商业化路径。通义 AI 会给你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你每天可以免费用5次。你还可以再聚焦研究头部财经博主的商业化路径，只要你开始研究，每一步都是量身定制。通义 App 还有一个好用的个性化功能叫专属播客，你可以订阅自己感兴趣的频道 ，AI 前哨、科技头条、财富风向标，你都可以订阅起来。如果你不喜欢读长文本，你还可以文本转播客。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节目。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职场上通义的表达会更加口语化，它会播给你听，你就可以在通勤或者运动的时候听，看你喜欢。所以聚焦到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上来，聊得越多，通义记得越多，对你的了解越多，它就是一个越用越懂你的长期私人 AI 助理。然后是能力的放大，这个毋庸置疑，翻译、写作、阅读、PPT、代码等等这几项通用能力的基线，直接被 AI 拉高到新的 level。这些能力点你都能在通义 App 里面找到对应的核心功能。比如说翻译，我必须得狠狠夸一下通义 App 的翻译，通义让你具备实时的跨语言沟通能力。比如翻译功能，你点进去，你需要的场景它都想到了。文本翻译它支持119种语言，同传翻译它支持10种语言翻译成中英日韩。金属氧化物的晶面生长和前驱体种类有关。The crystal growth of metal oxides is related to the type of precursor. 你看，基本上感觉不到延迟，话还没说完，译文已经上屏了；话刚说完，音频翻译秒内跟上，反应太快了。还有面对面互译，这个镜像显示就非常友好。出国旅游的语言障碍被通义 AI 彻底消除了。还有文档翻译，论文的对照翻译是基本操作，几百页的文档也能一键翻译，这些都是语言能力的放大。对于简单的 PPT 演示场景，现在应该没人从空白页开始做了。输入主题，粘贴大纲，套用模板，一键生成 PPT。接下来就是单页修改，你可以调整数量，可以修改文字内容，也可以改变结构样式，也可以重新生成配图，不限次数，直到你满意。你的时间只花在进一步提需求和审核上，其他费时费力的活都交给通义 AI， 这个是办公能力的放大。AI 生成的图片总有水印，那我就让通义 AI 帮我一键去水印。我不擅长写 PPT， 我也能在半小时内搞定汇报。我英语能力差，但我照样能啃英文的技术文档。所以 I can do 加通义 can do 等于 just do it。最后是放大思考，深度思考模式大家都很熟悉，不多说了，聊点别的。问个问题 ，AI 的发展有可能像计算器一样让用户默认100%相信吗？这个信任点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是我偶然想到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暂停琢磨一下。我会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不会从技术、社会、心理、伦理多个维度去分析，因为我没有这么广的知识面。我们为什么会100%信任计算器？确定性、透明性、无意图性、功能边界清晰，这4条特征我也概括不出来，所以我也不会想到从这几个维度去对比计算器和 AI 的信任差异。我大概率也洞察不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AI 不是工具，而越来越像代理 agent， 它会推理、生成、建议，甚至说服。这种类人行为天然带来不确定性，也削弱了绝对信任的基础。那默认100%信任点什么时候出现？它会看情况分析，接近100%信任的场景，难以实现100%信任的场景。然后它还能给出一个信任阈值判断模型。当 AI 在某一任务上的可靠性加可解释性加责任机制大于等于人类专家水平加社会接受度时，该领域的默认信任就会形成。它还给出了时间线的预测，最后回归人性，输出结论。这就是千问3 Max 的思考力，而且是非思考模式下的反馈，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是一般人脑不可比的。再问个问题，对于 AI 的使用，有哪些认知是18个月之前，就是2024年上半年是对的，但是在今天却是错的？像这种认知刷新带来的成长，我们以前是很难靠自己做到的。千问3 Max 能迅速的总结出6条被证伪或者明显过时的认知，这个就是成长型思维的 AI 放大。还有很多优秀的思维方式，遇上了 AI 又能怎么放大呢？比如说批判性思维、设计思维、系统思维、构建思维、结构化思维等等，我就不展开讲了，你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但我从头到尾说的都是思考放大，思考放大不等于思考外包。其实这条视频的核心框架 FAST 模型，也是我先有了一个思考雏形，再和千问3 Max 碰撞优化之后总结出来的。好了，通义 App 宣传向来比较低调，但实力确实出挑，我觉得很有必要推荐给你，帮你快速学习解决难题。谢谢你的时间，下个视频再见。